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今天我要分享的是，我年薪80万，婆婆使唤我，再不去干活，我就让儿子休了你。我一句话，她瞬间慌了。我叫周周，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副经理，年薪80万。我老公李阳则是一名普通的快递员。我有一个70岁的婆婆，她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中国婆婆，对家庭有着一套固定的观念。她不喜欢我在外面的工作，她认为女人应该在家里做家务和照顾孩子，男人则应该在外工作挣钱养家。李阳和我结婚已经有3年了，我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，但是我一直没有能够让婆婆满意。周末的早上，婆婆像往常一样对我吼叫：周周，你再不去干活，我就让儿子休了你。我只能照常地应了一声，然后进了厨房准备做饭，但是我的内心并不平静。我感到很委屈，觉得自己一直在努力，却无法达到婆婆的期望。妈，你不能这么说话。李阳看着母亲，皱起了眉头。周周是我老婆，是你的儿媳，不是咱们家请的保姆。你怎么跟我说话的？我是你妈，你为了这个女人跟我吵架是吧？不是的，妈，你老是这样。听到李阳为我说话，我感到一丝温暖，但也明白这并不能改变婆婆的态度。我知道我需要忍耐，避免和她发生冲突，尽量顺应她的要求。图片。然而，内心的压力让我难以平静。我常常感到自己的付出被忽视，无法得到婆婆的认同和理解。我努力做好家务，照顾孩子，但似乎永远无法满足她的期望。下午，我去超市买了一些菜，准备给婆婆做饭。但是当我回到家的时候，却发现婆婆正在和一个陌生男子说话。妈，这是我老朋友的儿子，他想找工作。婆婆不屑一顾地说道：我这个儿媳妇，除了上班就只知道买菜做饭，完全没有用。看到她这样贬低我，我真的很无奈。我知道自己已经很努力地迁就婆婆，但是婆婆始终不满意。你还在这干什么？我们谈事，女人应该避开。听到婆婆这样说，我放下了手中的菜，出门找个地方安静地坐一会儿。坐下之后，我越想越委屈，哭了起来。看你愁眉不展的样子，有什么心事吗？一个穿着西装的男子关切地走过来，看着我委屈的表情。图片。我抬起头，注意到这个陌生男子的出现。他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，我觉得或许我可以找他倾诉一下。我擦干眼泪，有些犹豫地说：我和婆婆的相处一直不好，她对我要求很高，我尽力做好家务和照顾孩子，可她似乎总是看不到我付出的努力，我很难受。这个男子听完后微笑着说：我懂你的难处，有时候老一辈人的观念和期望真的能让人觉得有压力。但你别忘了，你也是一个独立个体，有自己的想法和需求。虽然要尊重婆婆，但也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原则呀。她的话让我有些释然，我开始向她倾诉我和婆婆的矛盾和不满。她耐心地倾听着，不时给予我一些建议和鼓励。她告诉我，我可以试着与婆婆进行沟通，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，同时也要尊重她的观点。她还提醒我，保持冷静和理智，在冲突时避免激化矛盾，以和为贵。听完她的建议，我感到心情好了许多。我对这个陌生男子表示感谢，并决定回家面对婆婆，
试着与她沟通。图片。然而，当我回到家门口时，意外地看到婆婆和李阳站在那里，他们似乎正在等着我。我有些尴尬地解释说，我只是出来散步，但婆婆的目光仍然带着一丝怒气。婆婆突然发话：“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你刚刚和那个男的干嘛？不认识的就聊聊天而已。”聊天？我看你是要勾引他吧？怎么？给我们家李阳戴绿帽子？妈，你不要乱说，我没那个意思，我真不认识那个男的。我看着李阳，希望他能站在这边帮我说话，但是他站在婆婆身边一言不发，心中充满了失望和绝望。原来他也不信任我，可是我明明什么都没做。离婚吧，我没必要留在这里了，到时候孩子归我，我比你们更有经济能力，更有能力带孩子。我不能再继续忍受这样的生活，被不公平对待，被无端怀疑。李阳见状想要挽留我，但是我没理他。婆婆也是慌了，想拦住我，我直接走了。最后我们离婚，我让他净身出户，孩子还小，所以孩子的抚养权也是我的。我现在需要重新找回自己的尊严和自由。离开他们家后，我轻松了很多，不需要面对婆婆的刁难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投稿自己的故事，我来讲述分享给大家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